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直播自曝 ABB 是角色名背后的可爱玄机。谭松韵直播自曝 ABB 是角色名背后的可爱玄机，国民妹妹的萌感密码被解锁了。李尖尖、袁今夏、宁萌萌。当谭松韵在自己生日直播时笑着列举出这串名字时，弹幕瞬间沸腾了，观众纷纷留言，还真是名字都好萌啊！突然发现这些名字一听就让人嘴角上扬，这一刻人们才猛然意识到，原来陪伴我们无数追剧夜晚的国民妹妹，她的爆款角色里藏着一串串 ABB 式可爱名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命运的可爱安排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些 ABB 式名字能一夜爆红？又为什么偏偏是谭松韵能够将这种叠词魔力演绎得如此自然动人？今天就让我们从谭松韵的一次温暖直播出发，揭开这个关于名字、角色、人设与情感共鸣之间的治愈故事。一场生日直播意外点燃了名字回忆杀。2025年5月31日，谭松韵迎来了她的生日直播。这个没有过多预热的直播间，却在短短10分钟内涌入100万观众。没有华丽布景，没有刻意剪辑，她穿着简单家居服，扎着松松的丸子头，对着镜头甜甜一笑。今天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回顾一下我演过的角色名字，大家能记住几个？观众们开始狂刷弹幕。李尖尖、袁今夏、宁萌萌，清一色的 ABB 名字席卷全场。谭松韵眨了眨眼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好像特别容易演这种叠字角色呢？”一句玩笑，瞬间引爆全网热议。原来我们一直觉得可爱的角色，不只是演得好，连名字都好萌啊！ABB 是名字的心理学魔法。可爱不是说说而已 ，ABB 式结构到底有何魔力？根据语言心理学研究，这种结构在听觉上具有节奏感与重复性，能刺激大脑中与愉悦和亲切相关的区域。在儿童语言发展中 ，ABB 词汇往往是最先被掌握的，比如胖嘟嘟、香喷喷、软绵绵这些词汇总让人忍不住想笑，觉得好可爱。当这些结构被应用到名字上，尤其是角色名字，就仿佛自带滤镜。比如李尖尖3个字，最后2个字重复的尖不仅加重了音节的活泼感，也让整个名字瞬间带有了一种小动物感，像一只竖着耳朵的小兔子，警觉却又讨喜。而袁今夏中的今夏虽然没有标准的 ABB， 但在发音上具有相似的节奏韵律，也属于广义上的萌系名称。更不用说宁萌萌了，简直是萌感本体的代名词。可爱角色背后其实是面孔的默契配合。如果说名字是打开观众心门的钥匙，那么谭松韵的长相和气质就是这扇门背后的满园春色。她有着一张又太脸圆润的脸型，灵动的杏眼，嘴角天然带笑意。在快节奏充满焦虑的现代影视圈，这种面孔极其稀缺而珍贵。它不像传统美女那般攻击性强，反而是一种让人想要靠近、想要保护的治愈型外貌。而正是这样的外貌，与 ABB 式名字完美契合，仿佛专为她量身定制一般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叫李尖尖的女孩，如果是冰山美人类型，观众是否还能感受到那种邻家妹妹的亲切？答案可能就大打折扣了。而在谭松韵身上，这种名字与外貌之间的化学反应达成了某种1+1大于2的效果。她的角色不再只是人物，而是我们心中的可爱投影。每一个 ABB 名字都藏着创作者的用心。你以为这些名字只是为了好听？错。其实每个名字背后都有巧思密码。以家人之名的编剧曾透露，李尖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像刺猬一样
看似带刺，实则柔软。尖尖的重复不仅带来了可爱音感，也是一种性格隐喻。她外表活泼，敢对人，却有一颗最柔软的心。而请叫我总监中的柠檬萌，更是让人叫绝。柠是安静的意味，萌萌取自柠檬，酸酸涩涩，正如她职场初期的懵懂与挣扎。观众看到这个名字时，就已经对角色产生了心理预设。这些名字并非随机叠词，而是角色命运的先声夺人。谭松韵的命名人设，与众不同的记忆标签。娱乐圈中女演员的角色名五花八门，有走高冷路线的赵丽颖，她的代表角色叫楚乔、盛明兰；也有中性风格的杨紫，演过《童年》、严诞。而谭松韵却几乎清一色走 ABB 式命名路线，这种差异化让她在千篇一律的角色中脱颖而出。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观众的记忆点变得尤为重要。一个角色如果名字普通，可能看完就忘，但如果有一个金夏、尖尖这样的名字，你几乎一听就忘不掉。名字成为了情感锚点，更成为了传播引擎。B 站、抖音、小红书上大量剪辑视频标题都写着“尖尖哭了，我也哭了，柠檬萌霸气上线，甜炸了”。ABB 名已然成了情绪共振的符号。可爱是一种态度，名字成就人设，也映射时代。在焦虑的时代，谁能拒绝一个一叫就让人笑出声的名字呢？这是直播中一个网友的留言，却也意外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核心。我们渴望被治愈，渴望轻松愉快的叙事，渴望生活中有一点无害的小甜。而谭松韵的角色就用最简单的方式，一个名字，一张笑脸，一句你欺负我的撒娇，满足了我们所有的心理慰藉。她不只是演了角色，她演的是可爱的代名词。从金夏的温柔，到尖尖的顽皮，再到萌萌的坚强，谭松韵每一个角色都通过名字完成了第一印象锁定，再由演技加持，实现深度绑定。这种从名字萌到人设立的全链条传播，是谭松韵个人品牌独有的成功路径。下一个 ABB 女孩，你准备好追了吗？在直播的最后，谭松韵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其实我下一部戏的角色名字也很可爱哟，还是 ABB 格式呢。”顿时弹幕炸裂，快说名字，是不是叫乐乐乐？期待值爆表。虽然他没有透露具体片名，但观众们已经开始脑补下一位可爱暴击的小角色，将治愈氛围拉满。也许正如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，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结合中，藏着最精妙的必然。在这个娱乐快速更替的时代，能让人一听名字就心动的角色，才是真正的长久陪伴。而谭松韵恰恰用自己的角色名守住了这一份温柔与可爱。结语：在万千名字中，为什么我们偏爱李尖尖？也许是因为这个名字像极了我们童年最好的朋友，也许是因为它读起来带着阳光与笑意，更也许是因为在谭松韵的诠释下，我们相信哪怕是尖尖的人，也有最柔软的爱。于是我们开始期待未来的荧屏上会不会有更多像李尖尖、袁金夏、柠檬萌这样让人一见如故的名字，又会不会有更多像谭松韵这样把名字演进心里的演员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那个答案的起点就藏在这场温暖又惊喜的生日直播里。